正常点啊。正常点。你叫321。321。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华，我是他的姐姐，我们是亲姐弟。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是取自于我们第一次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然后很多的大家留言就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够成功的出柜？就是不要成功吧，就是说顺利一点、温和一点的能出柜，这是第一个话题。稍微平稳一点。对，平稳一点，能够让大家接受度高一点。所以我们要聊出柜的正确姿势，对吧？就你能不能给点建议？你身边有这么多的朋友，有没有他们是怎么出柜的？我身边没有一个好例子。就是大家都出柜出的很猛，是吧？很猛。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一个柜子啊，有个柜子，这个门就突然一下打开，就从里面就穿出来了一个就不明所以的东西。然后所有人看见以后就被惊吓住。或者就是出于愤怒，是吧？所以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的想法就是，你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情景：如果家里面真的有个柜子，如果它本来就是安安静静的，但是如果突然一下被撞开，里面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人都会非常的。出来个什么东西嘛，没那么恐怖啊。但是因为这是非常意料之外的一个事情，所以对这个还是蛮惊吓的。所以出柜的正确的姿势或者是步骤，就是当你打开门以后，立刻一个猛虎下山，然后跟妈说。下跪是什么？猛虎下山，然后就跟妈说，对妈，我下面说的所有的一切都请你海涵。这样太夸张了，这样就开玩笑的。或者是你们男生可能心思没那么细腻，一般的人就是撞开这个柜门。对，男生可能比较就撞开这个柜门，就是我今天必须要搞这个事情了，就是我撞开这个柜门，我不管3七21了。对，不行，这样子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但是应该也有很多人为了这个东西，应该也做过很多努力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一下我是怎么帮我弟弟出柜的，会讲一些例子，但是仅此是给建议，大家都要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要自己去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出柜应该是有步骤的。对于我这个女生而言，当时在帮你出柜的过程当中是有步骤的。所以第一步该怎么办？敲门。定时的敲门，敲柜门。对，敲柜门，就是不要出来的那么猛，我觉得应该是。定时敲柜子才恐怖吧？不啊，你突然走到这里，柜子响两下。你突然一下打开还好，因为你第一次敲的时候，就可能大家会有点惊吓。但是你长期在一个频率里面不停的敲，就是外面的人就觉得习惯了，也就还好，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不就是柜子里面有个东西吗？赶紧给我出来算了。敲久了以后就会这么想。外出的东西真的很吓人。所以就要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当时我们在第一个视频里面讲到嘛，因为当时我知道你的这个事情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让妈妈接受这个事情，因为父母跟我们子女的关系，我自己认为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难以割舍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要慎重的去对待这个事情，特别是对于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当年是用了很多年打了一个，就是做了很多铺垫，然后最后我们才成功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我们第一集有讲这个吗？我们有提到过，但是没有讲具体的细节，但是因为留言的人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我们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如果在屏幕后面的你们有自己成功的经验，也非常欢迎你们私信投稿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这个对于兄弟姐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然后这次我们就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给大家一些
小意见，嗯，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说的方法就一定正确，只是它会可能相对于你直接把这个门撞开可能会好一点。对，是的，我觉得撞开门太可怕了，就是真的想想后面那个柜子突然出来个东西，我现在就会怕。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敲门，就是让大家适应这个东西和理解这个东西。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会时不时的去跟我妈妈去找一些方法去普及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举个例子哈，我当年就是比如说那个愚人节的时候，4月1号的时候，我很喜欢张国荣，所以我就会跟妈妈讲张国荣的故事，或者说当时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就《霸王别姬》嘛，我会调出来跟妈妈一起看，然后时不时的。那万一妈妈不喜欢张国荣呢？哦，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张国荣。对啊，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他？就是最起码我会说，哎，这么一个故事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看看他的意见是怎么样的，听听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其实当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家里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还处在一个可以理解的状态。他们很多人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家里人，我就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是别人啊，那我看我尊重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我就要去给他普及这个东西。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妈妈遇到这样的事情，她就觉得这种事情很奇怪呀，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会以此为话题，我就跟她讲，我现在的心理学里面早就已经不把这个东西定义为是一个什么心理病，它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感，只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和一个多数群体的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的情感的一个东西。我会去跟他讲这一个，然后还有我自己想想哈，我还有什么？那我先总结刚刚说的2点，就第一个就是说，你给父母些偶尔可能会说一下，比如说出名的一些例子，他们可能听一听就带过，让他们心里有一个那个铺垫。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啥？第二个就是心理学上面，就是你要让他们正确的去理解。那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到后面，如果你一开始就说这个，你就其实就算出柜了，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对，而且就是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因为有我。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例子没办法复制，很难复制。可以，我觉得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你要时不时的就是你的工作要交给他们自己去做了。对，你们要自己去做。然后比如说我会记住什么样的口吻去跟我妈妈说这个事情呢？我肯定不能直接说我弟弟，这个太直白了。但是实际上妈是很聪明的，她会有那根筋，她会知道我在暗示她什么，她是有这根筋的。然后比如说我会举一些什么例子，因为我自己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里面也会有拉拉，对吧？然后我就会回来跟我妈妈聊一下这个天，我就会说我身边有朋友他们女生喜欢女生，我就会跟她讲。你当时想出柜吗？我没有，我没有。对，但是妈妈会说，哎，你不要变成这样。对，我妈说你都不要变成这样。我妈最开始可能她以为我在暗示我自己，她说你不要变成这样。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我只是跟你讲我身边有这种情况，然后我说跟大家说，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嘛，我说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说只是一个情感，它就是一个情感，是很正常的一个流露。我说你不要这么惊讶。然后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就是这种小事情一点一点跟他讲。然后后来我就前面铺垫了很多以后，包括我给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他有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我就跟他讲这个东西现在心理学上面是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的。以后好就是当我给他讲了我身边的很多例子以后，然后又铺垫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东西了以后，我就开始会带入你的话题给到他。然后我就会说，我说你有没有观察到我弟弟的朋友都是男生居多？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很抗拒，他这个时候会非常抗拒。他说很正常啊，他说你弟弟那个男同学玩得好，很正常啊。他说他也有很多女孩子会送他礼物啊，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过生日会有你的男同学和女同学都会送你礼物嘛，也是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妈妈还会经常跟我讲说，你看这个礼物就是那个女孩子送给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动摇过，我还以为我当时都还觉得你是不是没定性，我都还在想你是不是没定性。但是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铺垫都在前面比不做的好，因为我的经验就是告诉我应该
应该弯了很难直，所以我就还是会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挺好的呀。但是我觉得，我说你看我弟弟有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跟男同学走的比较近，很亲密，然后慢慢我就会去试探他，我说万一如果弟弟喜欢男生，到后面还怎么办？然后也是他最开始也会异常的抗拒，而且那个表情会很不好，异常抗拒。然后就是我反复的敲这个柜门，我反复，就是我知道他这个话题他不舒服了，我就停住了。就是你们都不要去逼迫他们要一下接受这个事情，因为真的很难，所以我就敲门，然后觉得你生气了，那我就收回来，我就说点你想听的东西。就是你从你生活的偶尔的一些小方面去给他提一嘴，但是你一旦发现他好像有一点情绪上负面的起伏，就马上停住，就偶尔这么来一次。对，是的，偶尔来一次。水滴石穿那种吗？我们的例子就是水滴石穿，就是属于我们的例子，因为他们在你身上就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有我这么一个媒介在这里，而且我也是个女孩子，心比较细腻，我也没有那么急当时，所以就是我们就在反复敲柜门的时候，就说这个柜子最开始敲1-2次会觉得很可怕，柜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虎狼猛兽吗？然后这个柜子反复敲，你就会觉得出来吧，知道了，你赶紧给我出来吧，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好，这是我们的例子。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我是不太赞成就是一下来的很猛，我觉得前面应该多多少少要给父母一点喘息的空间，给彼此一个喘息的空间，留点铺垫在里面。其实他们不理解也很正常，毕竟他们处的那个年代和他们那一辈人。对，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时机，因为今天在做这期视频之前，我还去查了一些资料，就是你要怎么出柜，何时出柜，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柜，一定是有讲究的吗？是要以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自己要去决定那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受什么人或者是其他情况所逼迫。也不是为了出柜。对，是的，你要去选择，你要去评估你的父母有没有这个接受能力，你的家庭有没有这个接受能力。而且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怎么以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去说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第一点已经给父母埋下了这一个就是这些影子和这些观点了以后，我觉得你还要埋一个观点，就是你不要一下来先去出柜，你应该先去跟父母谈一谈你的爱情观，你的人生理想。因为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晚结婚的和不结婚和不生孩子的在年轻人这一代的情况是很多的，因为大家现在结婚生子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目的，大家更加想去寻找的是心灵上的契合，还有各方面的这一个协调，所以说我才能够去慎重的去选择一个伴侣。然后你可以给父母讲清楚你的爱情观，你说我是不会轻易的去选择随便去相亲，轻易的去选择一个人，然后去结婚生子，然后过完我这一生，这是对我和他都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能够自由的去选择我自己的爱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和你的父母之间都可以留出一段时间，能够去彼此消化和理解这个事情，你自己也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喘息期。所以我觉得去跟父母描述出你的爱情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接着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自立，必须一定。因为如果你的经济还在依附于你的父母的话，你的父母对你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老无所依。对，老无所依。他怕你的是你自己不能照顾好你自己。对于父母这代人的观念来说，有一个伴侣，有一个老婆老公，或者有一个孩子，他是你人生的一个依靠，无论是情感还是经济上面。所以说如果说你自己在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然后你去跟父母讲这个事情，他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如果说你的经济很独立，你不仅跟你的父母讲这个话题，他们的接受度可能会高那么一点点，而且最关键的是对于你自己来说，你会更有底气。
你可以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和选择我要去过怎样的人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其实这些办法也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我相信在屏幕前看这个视频的人，肯定有人像我们这样做过了。但是效果怎么样也看每个人了。对，其实真的很欢迎大家一定要跟我们的私信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无论是你觉得很狗血的故事也好，还是你觉得真的很有价值，能够给我们的那个兄弟姐妹一起分享的故事也好，就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对，欢迎大家私信我们。然后我们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说话。那第一点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身边的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小事，偶尔也不要太频繁了，就偶尔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心里有一个那个底。然后第二点是，而且就是要让父母去接受，就是同性之间的这个爱情也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可以先从自己的爱情观，然后跟父母讲解一下自己的爱情观。对，你要反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希望我过得幸福？我是你们的亲儿子，如果你们希望我过得幸福的话，我希望你们就是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选择一段，而不是这么逼迫我，这么急着，可能我。然后你们这样的都可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能够彼此去沟通和那个去交流嘛，挺好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根本的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自律，一定要自律。至少你要努力。是的。好了，就是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建议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不管是在弹幕上还是评论私信里面。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就问到这里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今天也可以说，可以下次也说，就是你们同性之间，就是你们这个群体是能够一眼看穿同类吗？能。下期讲这个吧，我们下期讲这个。你们能一眼看穿同类吗？就是你们是怎么看穿的？到底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和特点，能够让你觉得一眼他走过去你就知道，他是我的同类。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讨论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到这里，拜拜。好的，大家记得一键3连啊，点个关注。一键3连。点个关注，拜拜。做好自己。